大家好 ，Obsidian V1.5 已經在11月20推出了內測的版本。V1.5 最大的亮點就是增加了視覺化的表格編輯器的一個功能，我們可以透過拖拉的方法來對表格做操作了。在試用過後，覺得其他的表格相關的外掛，比如說 Advanced Table 或者是 Markdown Table Editor 等等，其實都可以不必再使用了，直接使用內建的表格編輯器的功能就可以了。這次影片主要會來介紹新版本增加了新的功能，其他的問題修改，這一次的版本也修改了不少，但是並不會在影片裡面來重複的說明它了。想要知道更詳細的修改清單的話，可以到它的網站上面去一看究竟。以下我們就來看看視覺化表格編輯到底提供了多少的便利的地方。在正式開始使用表格編輯的功能之前，請大家務必確認自己是在實際預覽的模式下面。先到右下角點擊模式切換的按鈕，確認一下你目前的一個模式，必須是 Live Preview， 也就是實際預覽的狀態，它才會使用表格編輯的方法來呈現。如果是 Source Mode 的話，那你還是一樣會看到 Markdown 的表格文字的內容。因此，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在 Live Preview 的模式下面。V1.5 增加了幾個新的命令。首先，我可以先使用一下這個 Insert Table。Insert Table 就是會直接新增出一個表格。我們來執行一下 ，Ctrl P 開啟 Mini 面板，再輸入 Insert Table。出現以後，直接點擊一下，它就會出現簡單的2列的表格，我們實際就可以直接做輸入了。輸入一個欄位以後，再按 Tab， 它就會跳到下一個欄位。那相同的，如果你按下 Shift Tab， 它就會移回上一個欄位。如果你在第一個欄位按往下，它就會移到下面的欄位。在這個地方按往右也可以，也就是在這邊你按往右或是 Shift Tab 都可以從後面的欄位切換為前面。目前在最後一個欄位再按下 Tab 鍵的話，它會自動新增下一列。那這邊請大家注意的就是說，因為列跟行的說法兩岸剛好是不同的。那在台灣我們會說一個橫列呢是稱作列 row， 那中國剛好是講成是 column。那我們的一個直行我們會講作行，但是大陸會講作列。那我猜測可能是因為台灣還是慣常使用豎板書的關係，因為我們的字都是從上到下的豎板的排列，那因此行會是說成是直的是講作行，但是中國就剛好是講作列。因此請大家在看這支影片的時候，自己在腦內做一個轉換。我會用台灣慣用的說法來說列跟行。如果在表格裡面按下右鍵功能表，在裡面呢就會有列跟行的其他操作就會出現。比如說你在這一列，你要往下新增一列，就是再點擊這個 Add Row After， 它就會在下面這邊呢再新增一列出來。行也是相同，就是在這個 Column 這邊也可以點擊 Add Column After， 這樣子它又多出了一欄出來了。那這個是直接用鍵盤在操作的時候，可以用這個 Shift Tab 上下鍵來做移動。那我們也可以直接使用拖拉的方法，就是左鍵按着，再標示出你需要的區域，拖拉出你想要操作的內容以後，就可以做其他的操作了。比如說這一列你要把它刪除的話，整個把它標示起來以後，再按下 Delete 鍵，它整列就刪除掉了。這個就是可以直接對整列做這樣子的操作。如果要搬移欄位的位置的話，只要把游標移到表格的行的上面，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手的形狀，然後按着不動就可以直接拖拉了。拖拉到需要的位置以後放開，這個欄位就會移動到特定的位置去了。比如說這個 AA 繼續把它往後面移動，那它就會變成是 BBCCAA 這樣子排列的順序。行的部分呢也是一樣你只要移動到你需要的位置再放開就可以了。把數字重整一下，這樣比較好，可以看得清楚。往下新加一行，在這邊用11、22、33。那假設我們現在要把第一列移到最後面，因此按着不放，往下移動，它就會被移動到最下面一列了。这個就是使用拖拉的方法。那這個拖拉的方法可以標示一行以後按下 Ctrl C， 然後接着再用 Ctrl V， 它可以把剛剛的這一個內容呢就整個複製出來。這個複製功能也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是它很簡單的一個操作方法，因為是視覺化的關係，大家應該操作個一下子很快就知道要如何去操作它了。那我們繼續來講它到底新增了哪一些命令。這一次版本裡面它新增了下面這些命令 ：Insert Table、Move、Roll Up、Roll Down， 或者是對齊，或者是往上新增一列，往下新增一列等等，或者是刪除，或者是複製。
這些通通都可以出現。同時，這些命令也有了對應的鍵盤設定。如果你經常需要操作表格的話，可以把這一些鍵盤的設定加上一個快捷鍵，以方便很快的操作執行。這個就是這次新增加 V1.5 版最大的亮點，表格編輯的功能。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變動是在 Property 的部分。目前這個 Property 會有一個 Property 的面板，你只要把它開啟起來以後，它就會在右邊側邊欄會呈現出來。重新命名的功能，它可以一次把所有筆記裡面相同名稱的特性全部改成新的特性。比如說 Weather， 我要把它改成別的名字，我只要在它的上面點擊右鍵，再選擇 Rename， 接着再輸入一個新的名稱給它，所有筆記裡面的 Weather 這個特性就會變更成新改的名稱了。這個對於你在變更特性名稱上非常的方便。如果重新命名以後的特性名稱實際上已經存在的話，它會出現一個提示。那這個是在操作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下，名稱是不是重複了。另外一個有關於特性，這一次也增加了一個很方便的功能，就是在特性這邊可以直接點擊搜尋符號，然後在這邊它就可以做過濾了。只要輸入任何的內容進去，它就會過濾出符合輸入內容的特性。這個對於我們找到需要特別操作的特性呢，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重大的修改，就是我們目前可以在 Callout 的區塊上面用右鍵直接來變更 Callout 的類型，也就是不必進入實際的 Markdown 的字串，自己再去換 Callout 的類型。來看一下範例，我在這邊有一個 Callout， 我只要在 Callout 的區塊裡面按右鍵，它這時候呢會有一個 Callout Type， 那在這個 Callout Type 裡面來更換任何的類型。比如說我把它換成是警告，那它的背景顏色還有它的圖示還有中文就會根據原先設定好的 type 的名稱自己會切換。這一個功能對於操作 Callout 來講是非常方便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了一下 V1.5 版新增加的功能，尤其是這個表格編輯器終於在大家等待了那麼久以後也出現了。那對於剛入門的朋友， Markdown 語法不是那麼熟悉的朋友們，可以非常方便的來操作表格了。那以上介紹到這邊，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操作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